这把剑曾经斩过神。一个人，一把剑，一个剑魂，万丈法相，硬汉诸天。那一战，他输了，法则碾碎了一切。醒了，你哪位？轩辕剑的剑魂，沉睡3000年，被你这个灵根尽毁的废物唤醒。那确实比求经好听点。又是一块废料。运气好的话，也许能找到些值钱的东西。废铁。醒了。你哪位？你脑子里别找了。哎，那么大一个球呢？融了，在你体内。哦，那你是什么？求经？我是剑魂，轩辕剑的剑魂，沉睡3000年，被你这个灵根尽毁的小子唤醒。你还问我是不是求经？那确实比求经好听点儿。好东西，这玩意儿能卖多少钱？你敢卖试试？我先把你卖了。开个玩笑，别激动。你不怕？怕有用吗？你在我体内，我又赶不走你。与其怕，不如想想怎么使用。什么？或者说合作。你想要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我想活着。废真区这种地方，活着比什么都难。你有力量，我有脑子，虽然不太聪明，但够用。各取所需，怎么样？你倒是想得开。想不开的都死了。你这人有点意思，3000年了，你是第一个敢跟我谈条件的。那是因为前几个都没机会谈，被你反噬了是吧？你怎么知道？猜的。你要不是弄走了好几个，说话能这么理直气壮。你这个人嘴很欠。谢谢夸奖。我没在夸你。那我收回，说正事。你这剑轩辕什么来着？轩辕剑心。对，轩辕剑心，能用几次？有什么副作用？会不会把我吸干？现在知道问了。刚才不是才认识吗？不好意思问太细。现在熟了。谁跟你熟了？都住一个身体里了，还不熟？我去，你长得这么好看呢？这用你说吗？好了，跟你说正事。每用一次我的剑法，消耗生命力，用多了会死。我不能长时间以这种形态现身。那我现在能活多久？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，正常活的话，50、60岁顶天了。那我用一次剑就少活好几年？差不多。那我得省着点用。你不应该先问问怎么恢复生命力吗？你会说的，你比我还怕我死。凭什么？我死了，你又得沉睡，再等3000年，还不一定有人能唤醒你。所以咱俩现在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你帮我想办法活着，我帮你。你想要什么来着？你这个人嘴欠归嘴欠，脑子倒不慢。谢谢。我也没夸你。我知道。走吧，先去黑市换点吃的，饿着肚子什么都干不了。对了，你叫什么？青离。青离，好听，比求经强。你再提一次求经试试。不提了，不提了。你能感知到周遭环境？轩辕剑心的基本功能罢了。你以为轩辕剑心只是一把只会挥砍杀伐的凡兵？行，您厉害，往左就往左。你这一脸敷衍的语气是什么意思？没几个意思，就是觉得您老人家说的对。哼，我沉睡3000年，没见过你这么油嘴滑舌的宿主。那您见识少了，以后习惯就好。
哟，陆晨来了，今天收获看着不错，还行。这小子3年了还是这副德行，像谁欠他零食似的。老赵，又是灵晶残渣，3斤2两，成色中等偏上，成色不错。想换什么？5颗辟谷丹。5颗？你这点残渣最多换3颗，3颗撑不过半个月，而且这次残渣的纯度比上次高，你这老狐狸比谁都清楚。4颗，不能再多了。老赵，你这砍价的本事要是用在修炼上，早结单了。少贫嘴，要不要？要，成交。这个你看看，能换什么？周氏有些年头的老物件了，能换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情报。最近费城区有什么动静？你来得巧，昨晚北边出了桩大事。什么事儿？有人在北边废墟里发现了一个活人，是个14、15岁的小丫头。那丫头浑身是血，伤得不轻。费城区怎么会有活的修士？谁也说不准。听说那丫头身上有封印，执法殿的人已经全员出动在搜她。你要是碰到，离远点，别惹祸。执法殿？就是那个大覆灭后重建的执法殿。除了他们还能有谁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虽然总部被炸了，店主失踪了，但余威还在。这费城区的散修没几个敢惹他们。陆晨，听说你昨天在北边捡到好东西啦？捡到什么？碎石一堆，你要的话自己去捡，少装。有人看到你从北边回来，麻袋鼓鼓囊囊的，肯定有好东西。这些人什么修为？2个炼气2层，1个炼气3层，蝼蚁。那我打得过吗？你用剑心一剑就能把他们全废了。代价呢？减寿小半年。减寿半年换废掉3个地皮，这笔买卖亏大了。有不用减寿的办法吗？没有。那你有别的建议吗？跑！你灵根碎了，灵力全无，跟他们历经3000年阅历，就是找死。3位，我就是个拾荒的，哪有什么好东西？你们看我像有钱人吗？哼，确实不行。就是，要不这样，我下次捡到好东西，第一个孝敬您。哼，滚吧！你刚才那副嘴脸，真丢人。丢人？活着就好，丢什么人？你好歹是轩辕剑主。轩辕剑主也得吃饭，跟他们硬拼，打赢了减寿半年，打输了命都没了。你说哪个划算？你这笔账算的倒是清楚。在费城区活了3年，算不清账的都死了。那个小丫头，你必须找到她。为什么？她身上的封印与轩辕剑心有关，我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，那是法则武器的核心。法则武器？就是那东西，炸碎了你的灵根。那场爆炸太剧烈了，3000年里我断断续续醒过几次，3年前那次是最猛烈的，天地法则被撕裂的巨头，把我从沉睡中震醒了片刻。所以你知道废体区是怎么来的？亲眼看着它变成这样的，虽然只看了一眼，就又沉睡了。3年了，我以为自己早已忘了过往，掌心曾经流转的灵光已彻底熄灭，体内灵根不是废了，是碎了，碎片散落在经脉各处，从一个前途无量的剑修天才，沦为了连最低阶法术都施展不出的废人。找到他，他身上的法则核心，也许能修复轩辕剑心，也是修复你灵根的关键。你确定？不确定，但有一丝可能，总比没有强。那我的灵根到底要怎么修复？找法则碎片，找天才地宝。3年前那场爆炸，法则碎片散落在这片废土上，你捡的那些灵晶残渣，就是法则碎片碎裂后再碎裂的粉末，已经没用了。真正有用的东西，在没人敢去的地方，夹缝地带、爆炸中心、地底深处，找到了，剑心就能修复。剑心修复了，释放的法则之力会反哺你的经脉，滋养你的灵根碎片。也就是说，我得一边苟着不死，一边往最危险的地方钻。对。那要多久？看运气，运气好3年5年，运气不好，这辈子都拼不回去。那我还挺幸运的，刚捡到你就知道怎么修了。你这是乐观还是傻？乐观。
在费城区活了3年，不乐观早死了。他在哪儿？北边。但我劝你先回去休息，你现在这副身体，去了也是送死。行，听你的。你就住在这种地方？在费城区有地方住就不错了。嫌差，您大可另寻宿主。你以为我不想？那您去找啊，我绝不拦着。你这嘴比废墟里的石头还硬。谢谢夸奖。没在夸你。那我收回。明天一早去找那个丫头。行，睡吧，我替你守夜。你替我守夜？轩辕剑心在你体内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又得重新找宿主，太麻烦。我只是懒得费事，你别多想。谢了。闭嘴，睡觉。起这么早，你是报效的公鸡吗？你不需要睡觉吧？我是剑魂，不是剑宠，我当然需要休息。那你昨晚还说守夜？那丫头在什么位置？北边3里，一片倒塌的高塔遗迹。她身上的封印暂在特殊波动，我能感知到。什么波动？上古的，不是这个时代的东西。你说的法则武器核心到底是什么？你以为法则武器是什么？一击便有摧城之威。那是表象，它的本质是上古法则的载体。万年前天地法则变迁，有人把元智封存起来，化作了灵物，威能非同寻常，但每启用一次都会消减元智本身。用一次就少一次？不然3年前那桩事之后，天宫为什么不继续用了？他们把攒了上千年的法则碎片一次性挥霍干净了，现在手里那点存量10件9空。所以那丫头身上的封印，封的是法则碎片。不只是碎片，是一颗完整的法则核心，比天宫那些残字品强100倍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感觉到它的气息了。就在前面。别过来！小美人儿，别白费力气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别装了，你身上的封印，执法殿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你以为你藏得住？执法殿的狗腿子换身皮就想装拾荒客。清理，我能用几次？你现在这个状态，最多1次，用完虚脱，至少半天动不了。半天够了。你想清楚了，就那丫头跟你没关系。你不是说她是修复轩辕剑心的关键吗？是，但你可以先撤，等他们把人带走再。等他们把人带走，那丫头就死了。执法殿的手段我比你清楚。行，蓄力3息，然后出剑。记住，你只有1次机会。你做了什么？他的修为被废了，大概1年才能恢复。你要是再练练，一剑就能让他永世当废人。还要打吗？我的修为，好东西。你这是发死人财？这叫勤俭持家，在费城区不捡东西怎么活？你是谁？一个拾荒客，顺路捡个人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因为你欠我一顿饭。啊！走了走了，这里安全。你要是想还那顿饭，就跟上。你刚才用的是什么法术？我没看到你掐诀，也没看到你用什么法器。不该问的别问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陆晨。我叫江离。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会被追？好奇，但你先把你那顿饭还了再说。好，我记着。你就不能对人家小姑娘温柔点儿？她活着就行，温柔又不能当饭吃。说了你只有1剑的力气，非要逞能。
进来吧，门关上。你住在这里？嗯。就你一个人？嗯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顺手。你不像是会顺手救人的人。你认识我？不认识。你来这多久了？3年。我在废堤区住了2年，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因为我不是爱管闲事的人，爱管闲事的早就死了。那你今天为什么管了？我问你话呢。别问那么多，睡你的觉。你有药吗？自己处理。你不怕我背后偷袭你？你要是想杀我，刚才就不会救我。而且你现在连站都站不稳。好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的药不能白用，这2样东西抵药钱应该够了。你是江家的人，药不止这么多，你收着。我不欠人情。那你请我吃饭吧，等你养好了，请我吃顿好的。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叫江离，你呢？我都告诉你了，叫陆晨。陆晨，你是剑修？以前是，现在不是。那你刚才用的是？不该问的别问。你今晚睡那儿，我给你找条毯子。那女孩身上的封印不简单，执法殿的人在追她，天宫阵营肯定也在找她。你把她带回来，等于把自己也卷进了这趟浑水。后悔了？没有，既然选择了，就不后悔。你这性格倒是有几分轩辕剑主的样子。轩辕剑主就是以前持有轩辕剑心的人，上一个是个比你强很多的剑修。后来呢？后来死了。你说话能不能不这么噎人？不能。陆晨，那个丫头身上的封印，我刚才又感知了一下，有些熟悉，但我想不起来是什么。想不起来？沉睡了太久，很多记忆都碎了。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，那封印不简单。你把她带回来是对的。为什么？说不上来。东南角3个，西北方向2个，入口外面还有1个。修士。灵力变动和昨天那3个一样，执法殿的人。昨天那3个人被他赶跑了，但显然他们回去报了信。执法殿的人已经渗透进黑市，正在暗中搜索江离的下落。站住！把袋子打开！我说，把袋子打开！聋了！大人，我就是个拾汪的，袋子里全是破烂，没什么好看的。哼，少废话！有人举报你窝藏逃犯，把袋子打开，让我搜一搜。窝藏逃犯，我这个样人，连自己都养不活，拿什么窝藏？还敢躲？知道了。青离，蓄力2息，我帮你锁定他的灵力核心。能不能只把他打晕，不杀人？轩辕剑心不杀生，只费修为。但你确定要用这一剑出去，你又得虚脱。不用现在就死。你做了什么？还要搜吗？说了你只有1剑的废了，你又用了。那个人的修为被你废了起，至少1年才能恢复。不用就走不了。不过你刚才那一下倒是挺漂亮的，干净利落。别说风凉话，执法殿的会越来越多，费城区待不下去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危险之地反而安全，正因为夹缝地带处处杀机，执法殿的手才伸不过去。费城区北边，你能感知到什么吗？那边法则很乱，我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，但和费城区不一样，没有执法殿的气息。那就是了，去北边，夹缝地带。你去哪儿了？这么久？黑市遇到执法殿的人了。你没事吧？有事的是他们。我们要离开这里，现在。去哪儿？北边，夹缝地带。夹缝地带，我听我爹说过那个地方，很危险。我知道，但留在这里更危险。
又来！别出声。还有力气吗？没有。你现在出剑，先躺下的是你自己。奇怪，明明感应到这边有灵力波动，可能是残渣吧？这片废墟里灵晶残渣多得很。那也得搜。上头发话了，那个丫头一定要找到。这里有个地下室。算了，这破地方能藏什么人？赶紧去北边躲！那个丫头要是跑出废城区，咱们谁也交不了差。走，加快速度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走吧。还回来吗？会，但不是现在。停！前面有人，7个。就是这小子，只是灵虎就是被他一剑废掉的。是一个灵根尽毁的庸人，不知道从哪儿捡了件法器，就敢动我执法殿的人。哟，还带着个小丫头，这就是上面要找的那个？应该就是他。把那个丫头交出来，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。大人，您看我这样子，像是有资格跟您讨价还价的人吗？不过嘛，那丫头欠我一顿饭，您要是把她带走了，我这顿饭找谁要去？你在耍我？不敢不敢，我就是个拾荒的，哪敢耍您？要不这样，您先让我把饭吃了，您再把人带走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请离。打不过，筑基机器，你现在的状态，出剑也奈何不了他。那怎么办？跑，往左，那片碎石堆后面有条沟。追！哎，我这衣服就这一件，没了你们赔啊！还有队啊！前面岔口往右，有片废墟。那小子跑的倒是快，放追踪符。追踪符，跑不掉了。跑啊，怎么不跑了？再跑快点，别让我追得太轻松。这小丫头倒是挺能跑，等抓回去了，得好好审一审，别弄坏了。上面点名要的，放心，我有分寸。经理，别想了，你现在出剑会死。我知道，那你说怎么办？谈判。那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但气息很怪，故弄玄虚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扛几下。是紧急撤离信号，谁发的？怎么回事？大人，那边有人过来了，好多，是天宫城的，他们的巡逻队，撤，快撤！小子，你命大！陆晨，没事，就是腿软。天宫城的执法殿的死对头，他们怕被抓，所以跑了。那我们要不要跑？跑什么？天宫城又不认识咱俩，而且我实在跑不动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路过的。队长，有追踪符残留，还有执法殿的灵力波动，这边有打斗痕迹。带走。哎，我真是路过的，就捡了个丫头，欠我一顿饭。闭嘴，回去再说。经理，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夹缝地带？应该是。那执法殿还追不追了？不知道。你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沉睡了3000年。行，您老继续睡。经理，这些人什么修为？领头那个筑基中期，其他人练气期，不算强，但你现在打不过。我没想到，我就问问。
问了也打不过，你这嘴真欠。跟你学的。兄弟，你们这是要把我带去哪儿？我真是路过的，就一个拾荒的，身上连块完整灵晶都没有。你们抓我回去也产不出什么。闭嘴！行，闭嘴。兄弟，你们天宫卿管不管饭？那是阵法的光芒，低阶防御高阵，但对付妖兽和散修够了。这就是夹缝地带，应该是边缘，真正的夹缝地带比这乱多了。集齐，执法殿列阵迎敌。追来了，不是，他们不是跑了吗？搬救兵了呗。看来你那个路过的身份，他们不信。我怎么这么倒霉？看着这小子，别让他跑了。哎呀，您放心，我肯定不跑。外面在打架，我跑出去不是找死吗？你们这架打的也太近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这件衣服彻底废了。你说我现在跑的话，你现在跑，两边都会追你。也对。这架什么时候能打完？不知道，但我建议你趁现在。趁现在干什么？捡东西。你确定？你连命都豁得出去，还怕捡东西？说的对。陆晨，你干什么去？捡垃圾，你蹲好别动。发了。左边还有一把飞刀。你捡完了？勤俭持家。撤。伤亡情况：3人轻伤，没人死，抓了4个活口。那小子呢？在那边蹲着，一直没跑。你怀里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捡了点破烂。你捡我们的战利品？这不叫捡，这叫战场资源回收。你们打了胜仗，我帮你们收拾战场，大家互利共赢。你刚才说你是路过的，路过的，顺便帮你们捡了点东西。你知道私吞执法殿的物资是什么罪吗？我又不是执法殿的人，而且这不是你们天宫城的战利品吗？怎么又变成执法殿的物资了？你这张嘴是挺欠的。谢谢夸奖，没再夸你，那我收回。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走？不是要走吗？趁我们还没改主意，算你捡的，赶紧走，别让我看见你。谢了。你刚才你捡那么多东西，跑得还比我快。这叫求生欲。经理，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？还在夹缝地带边缘，往北走大概1天，有个散修集市；往西走3天，有一片废墟，听说里面有上古遗迹。哪个更近？集市近。怎么了？你有时候会突然走神，像是在听什么东西说话。没有，就是在想事情。费城区养成的习惯，走神是为了防危险。是吗？当然，在费城区活着不机灵点早死了。经理，你这撒谎水平还不如你捡垃圾的水平。闭嘴。短剑是断的，卖不了几个钱，但上面的材料能拆。火球符和金甲符各一张，金甲符值钱，能保命。回气丹5颗，低阶，但1颗至少值10块灵晶碎片。灵晶是下品的，完整，少说值100块碎片。飞刀品相完好，是最值钱的，估计是哪个散修家传的，被执法殿的人抢了。你这算账的本事比你的剑法强。那当然，剑法不能当饭吃，算账呢。走吧，趁天没黑，多赶点路。对了，你欠我那顿饭什么时候安排？你现在还有心思吃饭？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，不吃饭怎么活？你怀里那些战利品，随便卖一件都够吃1个月了。那是两码事，那些是家底儿，不能动的。
你欠我那顿饭是心意，不一样的。你是认真的？当然是认真的。我陆晨从来不跟人讨饭，你是第一个。你还挺自豪。那当然。就是这儿了，散修集市，不大，但该有的都有。走吧，先找个地方住下来。大婶，咱们这儿有房间吗？有，后院有2间空房，1晚10块灵晶碎片。10块？太贵了，5块。7块，不能再少了。成交。最里面那2间，被褥是干净的，但别指望多好。有吃的吗？厨房有剩饭，1碗2块碎片。不要，明早再说。你住这间，我住隔壁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救我？不是因为清离。清离？你刚才自言自语说了一句清离，是你认识的人？这丫头耳朵倒是尖，是我以前养的一条狗，死了3年了，有时候会想起她。不说算了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为什么救我？因为你欠我一顿饭，没还之前不能让你死。清离，这丫头耳朵真尖。你刚才就不该说那个名字。说都说了，能怎么办？下次编个好点的理由。养了条狗，你怎么不说养了只鸡？鸡不好听。你觉得他信了吗？一半一半，他不是傻子。那他知道多少？你有没有觉得这丫头疑心太重？他被人追杀了一路，能没疑心吗？你心倒是挺大。大吗？可能是，也可能是因为他跟我一样挺傻的。你是在夸自己还是夸他？都夸。睡了。不守夜了。你不是说这里是散修集市，有规矩，不许打架吗？规矩是规矩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守。那你还是守着吧。早。他怎么起这么早？被人追杀了半个月，能睡踏实才怪。早。你练的什么剑？家传的，江家的基础剑法。你就不能熬稠点？稠的5块。那算了。江家？哪个江家？没了，灭门了。你在干什么？看行情。哪家卖什么，什么价，货比3家心里得有数。你不是说你是天眼宗弟子吗？怎么对做生意这么熟？天眼柱教剑法，生意是在费城区学的，在费城区不会算计这些，活不下去。小哥，想买点什么？火球符、金甲符、神行符。这2张你收不收？火球符灵力流失不少，只能再用1、2次。金甲符还行，但灵气也跑了一半，3块碎片2张。3块。火球符虽然灵力流失了，但还能用1次。金甲符更保命的好东西，少说值10块。值10块那是新的，二手的能用1次就不错了。5块，不能再多了。8块、 6块、7块，成交。这张金甲符怎么卖？15块碎片。太贵了，你这符箓灵力也流失了不少，最多值10块。12。10块，我买2张。你买2张？对，10块1张，买2张。在费城区活了3年，不狠活不下去。你不是说金甲符是保命的好东西吗？怎么卖了又买？卖的那张灵力流失太多，保命不够用。这2张品相好，留着关键时候用。这个怎么卖？5块碎片。这破戒指能值5块？清理。这戒指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但江家的丫头可能知道。你认识这个？这不是普通戒指，这上面的纹路是上古符文。我在江家的丛书阁里见过类似的图样。上古符文？这种符文至少5000年以前就失传了。你哪儿捡的？这卖的，5块碎片。5块碎片？掌柜的，这戒指怎么卖？5块。你花5块碎片买个上古符文戒指？眼光，这叫捡漏。这东西要是真的，
至少值几百灵石。想问什么就问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费城区的拾荒客，认识上古符文？我不认识，是青罗。青罗，又是那条狗。对，那条狗，他以前见过类似的东西。走了，吃饭去。怎么了？3年没吃过热乎的了，太好吃了。接下来去哪儿？卖丹药。5颗，低阶，品相一般，20块碎片。卖了。你就不还价？不还，这老太太比那胖子还精，还价浪费时间。这瓶怎么卖？30。25，卖就卖，不卖走人。成交。你不还价？回契丹是捡来的，贱卖不心疼，疗伤丹是宝，命得省着花。太少了。30块不少了。我要攒100。100？那得攒到什么时候？你的晚饭。你呢？我吃过了。你什么时候吃的？你给他清水和饼，自己吃这个。他是江家的人，世家出来的，从小没吃过苦。他现在不也在吃苦吗？那不一样，他跟着我已经够惨了，不能再让他吃粗饼。你这个人，嘴上说活着就好，心倒是挺……不是软，是欠我一顿饭的人，饿死了，我找谁要去？青灵，你知道多少？上古世家传承了几千年，大覆灭之后消失了，灭门了。不知道，可能死了，可能躲起来了。那这丫头，可能是江家最后的血脉。青灵，又怎么了？你说她身上的封印和她江家的身份有关系吗？有可能，江家是上古世家，家里有上古遗物很正常。她身上的法则核心，可能就是江家世代守护的东西。还因为她姓江？可能。江家的藏书阁里见过类似的图样，他没骗我。他骗你干什么？也是。睡觉。不守夜了。再说了，隔壁那丫头是江家的人，江家的剑法不差。青灵，又怎么了？你说她是不是想？你问她去。我不问。铁手帮办事，嫌人退开！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来了好几个人，把老板娘堵在柜台后面了。老板娘，我再说一遍，那2个人住哪间房？不知道。铁手帮要找人，你敢说不知道？你铁手帮找人，关我什么事？关我什么事？你这客栈开在铁手帮的地盘上，每月交保护费的时候知道关你事了，现在问个人就说不知道。那2个人昨晚就退了房，走了。啊？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你哟，这么大的阵仗，找我呢？就是他，昨天在集市上捡了戒指那个小子，识相的把戒指交出来，我们各走各的路。戒指？什么戒指？别装了，杂货摊的老头都说了，你花5块饰片买了个上古符文戒指。那老头果然是铁手帮的眼线。戒指可以给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你没有资格谈条件。那我就把它扔到井里，你猜捞不捞得上来？什么条件？哼，就凭你也配跟我谈条件？你这废人，还是先顾好自己吧。你投他！这脑袋够硬的。我什么我？想要这个，来拿呀！还不快追！你疯了吗？把戒指亮出来！不亮出来，他们怎么追？你还怕他们不追？怕，不追的话，他们就去堵老板娘了。老板娘帮了我们，不能连累她。堵住他们！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你确定要这枚戒指？少废话！那我给你。捡啊！不是想要吗？你给我追！不跑了，不跑了，跑不动了，那就把戒指交出来。行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们铁手帮的帮主
什么修为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好奇，在人家地盘上混了几天，总得知道老大是谁吧？筑基中期，怕了，怕了，现在怕了，算你识相。你真的把戒指给他了？给？怎么可能？真的在这儿。你什么时候？我在擦戒指的时候，发现上面的污垢不只是灰尘，擦掉蜂蜡，符文就露出来了。但我没全擦，留了一半污垢在另外一枚上。另外一枚？杂货摊上还有一枚差不多的，也是一样的碎片，一起买了。你这个人真是聪明，真是狡诈。谢谢夸奖。没在夸你。那我收回。去哪儿？出集市。铁手帮的人拿到假戒指，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现是假的，到时候来的就不是小喽啰了。那我们去哪儿？夹缝地带深处，那里虽然危险，但铁手帮的手没那么长。你小子骗了我，假的！走吧。这么快，铁手帮的狗鼻子还挺灵。怎么办？跑！往哪个方向？跟我跑就是了。进去。经理，往哪儿走？左转，再右转，前面有个窄缝，钻过去。臭小子，别跑了，跑不掉的！不跑等着你打我呀！你骗我，那戒指是假的！那你别追啊！抓住他，我要把他的腿打断！行了行了，知道了。你前面那几个人也这么说，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。我什么我？有本事你追上来！你这是在激怒他。反正不激他也怒，气一气又不会少块肉。跳！你小子跑哪儿去了？分头找，别让他跑了！你觉得他们能找到我们吗？应该找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太狡诈了。那是，在费城区3年，别的没学会，跑路是专业的。你那不是跑路，是逃跑。别说话，有人来了。在这儿！走，又跑！废话，人家8个人，我们2个，不跑等死啊！追！别让他们跑了！你小子用沙子扔我，活该！谁让你不长眼？你还说死路？死不了，金甲符用过都说好。你不会要？你干什么？保命，这是保命符，能扛筑基期1击。那你刚才怎么不用？2张花了20块碎片，我舍不得。现在舍得了？命都快没了，还舍不得什么？来，踩着我肩膀爬上去。你先爬。别废话，你轻，你先爬。他们上去了！追！绕路，从左边绕上去。喂，下面那个，别追了，回家睡觉吧。你给我等着！等着就等着，反正你追不上。会游泳吗？会一点。那就好。你疯了？没疯，河水能冲掉气味，他们追不上来。你从哪儿学的？费城区追我的妖兽比人多，不学不行。甩掉了。应该是跑不动了，歇会儿。笑什么？笑你，让人追着跑了一整天。没办法，他们属狗的。吃吧。你不是说粗饼是你自己吃的吗？那是昨晚，今天一起逃命，算战友了，不分你我。陆晨，你今天为什么要帮我挡？挡什么？金甲符，你只有2张，1张给我，1张给自己。你要是只有1张呢？那就给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欠我一顿饭，没还之前不能让你死。你这人嘴硬心软。闭嘴，吃你的饼。我没嘴。那就别说话。走吧，他们还在追。你怎么知道？狗的叫声。铁手帮养了妖兽犬，鼻子灵得很。那怎么办？凉拌。前面有个废弃矿洞，进去躲躲。清理。往前30步，左转，有个岔洞。走，仔细守护，他们跑不远，进去看看。冷。你不冷？冷，但我是男的，扛得住。走了。走了，出去吧。你笑什么？笑你，给人追了一整天，结果狼狈成这样。习惯了。走吧，天亮前找个地方睡觉。前面还有什么？不知道，但肯定比后面安全。陆晨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
谢你没把我丢下。欠我一顿饭的人不能丢。走了，别磨蹭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在想事情。经理说，这矿洞底下还有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但我想下去看看。你疯了！铁手帮的人可能还在附近，万一他们没走远，所以他们不会想到我们还敢回来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你没听过？我只听过最危险的地方死得最快。那是你没逃过命，逃多了就知道了。死就死吧。你能不能走慢点？慢点就被人追上了。你不是说他们不在这儿吗？我说的是可能不在，可能的意思是也可能在。你这嘴死了都能说活。谢谢夸奖。没在夸你。那当我没说。往下大概50步。你在跟谁说话？自己自言自语，防着脑子生锈。你脑子不会生锈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每天都在算计。那也是。小心，这儿有个斜坡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用脚探的。你就不怕一脚踩空摔下去？摔下去也比被铁手帮抓到强。你确定有东西？那再找找。这是木盒。又是一库文。打开看看。这是灵石。灵髓，灵石矿脉的核心，1万块灵石里才能出1块。你怎么知道？猜的。这东西值多少钱？不是钱的问题，收好别让人看见。什么丹？培元丹，筑基期以下用来稳固根基的。你又知道了？猜的。这把剑还能用吗？锈成这样了，用不了，但上面的材料能拆，卖个几十碎片没问题。这是什么？可能是这附近的地形图，也可能是藏宝图。藏宝图？猜的。那你猜的挺准。你不是也天天猜吗？我那是推理，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我猜的对。发了。这些东西应该是以前挖矿的散修藏在这里的。挖矿的散修？夹缝地带以前有灵矿，大覆灭之后矿脉枯竭了，但矿洞还在。这种隐蔽的小石室应该是散修用来藏私房钱的。那他们怎么没回来取？可能是遇到了突发情况，妖兽、盗匪、执法殿，也可能是大覆灭的时候死了。那现在归我了，走吧。等等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还给他们烧炷香。我是说，你就不怕这些东西有主？万一那个散修还活着？活着的话，他早回来取了。3年了没回来，要么死了，要么忘了，谁捡到就是。活着真好。天快亮了，铁手帮的人会不会再来？会，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我们已经跑远了，至少得半天。那我们去哪儿？往北，夹缝地带深处，那里虽然危险，但铁手帮的手没那么长。你知道路吗？不知道，走着走着就知道了。你这叫走一步看一步？这叫随机应变。在费城区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与其想太多，不如边走边看。陆晨，你刚才在矿洞里有没有想过，万一里面没有东西呢？想过。那你还下去？赌一把呗，5块碎片买了个戒指，怎么也值几百灵石。再赌一把，万一又赚了呢？你这人……我这人怎么样？胆子太大，运气太好。胆子不大，怎么在费城区活3年？运气不好，早死了。走了，别磨蹭。饿了。忍着。忍不了。那吃饼。你这饼放了多久？3天。3天还能吃？大小姐，今时不同往日，都不知道你这几年是咋活下来的。在费城区，3天的饼叫新鲜的，放1个月的那叫储备粮。陆晨，你什么修为？灵根碎了，没修为。那你怎么能把铁手帮那个人打跑？靠这个，捡的，不知道叫什么，能用就行。捡的？废土区捡的，运气好。那你刚才在矿洞里，怎么知道底下有东西？感觉到的。感觉？对，在费城区待久了，对之前的东西有直觉。捡了3年垃圾，练出来了。你这个人嘴里没一句实话。谁说的？我饿了就是实话。你现在饿吗？饿。那你还有饼吗？没了。那你饿着吧。走吧，前面应该有吃的。有急事就有吃的。
这饼怎么卖？3块碎片一张。3块？你这饼比石头还硬，3块？爱买不买？你又买一张，又吃一半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吃一整张？等我攒够100灵石的时候。100灵石？那得等到什么时候？快了。那块亮晶晶的石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留着，以后用。有什么用？修炼。你不是灵根碎了吗？修好了就能用了。你去夹缝地带深处干什么？找东西。有人告诉我那里有我想要的东西。谁告诉你的？一个朋友。什么朋友？一个故人。找到了之后呢？潜心修行，提升修为。然后呢？去找让我满门四散的人，问问他为什么。你恨他们吗？恨，但恨没用，活着才有用。今晚住这儿，你睡里面，我睡外面。你不睡？睡，但有动静我能听到。最后一张，留着保命。你还有符？之前那张呢？用在你身上了。什么时候？爬坡的时候，怕你摔下来。我怎么没感觉到？你光顾着爬了。你这人什么都算得清清楚楚。在费城区，算不清的活不下去。陆晨，你爹是什么样的人？修士，天眼宗的长老。你跟他像吗？不像，他话少，我话多。那你是像你娘？我娘死得早，不记得了。我爹也是修士，江家的家主。江家？修仙界的世家，大覆灭之前也算有点名头，现在没了。你跟你爹像吗？像，都倔。那你是挺倔的。陆晨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你欠我一顿饭，没还之前不能让你死。别动，有人来了，不少。出来吧，躲了一夜，不累吗？还真是不让人安生了啊！大清早的扰人清梦，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就是你买走了那个戒指。是我，你哪位？赵恒，听说你用假戒指骗了我们的人。你们帮主知道这事吗？知道。这戒指有什么古怪，让你们兴师动众？他怎么没亲自来？杀鸡焉用牛刀？对付你一个没修为的废物，还用不着帮主亲自出手。手上还亮着呢。听说我手下有个弟兄上回撞见了你，回去之后好一阵没缓过劲儿来，我还真想看看。那得有多近身？看仔细了。让你瞧出来了，连着赶路实在提不起劲儿了。我拖住他们，你快走！追！别让他跑了！哎呦！你的对手是我。你们4个去把那丫头抓回来，剩下的给我把这小子死死按住。那你们帮主可能得换个人来管这摊事了。好小子还挺硬，来人，给我围起来！你带着东西先走，往北去，别回头，一直往前。那你呢？那你就老老实实束手就擒。追！都给我追！别让他跑了！站住！给我受死！占尽最后一丝力气，给我开！你废了我一层修为，只是一层而已。你要是现在收手不追，还能剩这一层修为；要是再追，下一剑可就不止废一层了。你猜？你还能出第2剑？撤！全都撤！刚才是你帮我亮了一下剑痕。剑心彻底没力气了，但亮一下虚影还是可以的。你还会这招？刚学的，对付这些胆小更好。你这分明就是狐假虎威。有用就行。你没事吧？他们追了我一段路，又跑回你那边去了，我帮不上什么，就找了地方藏起来了。没事，死不了，就是浑身都没劲。那些人呢？没追上你吧？早走了，被我打发走了。你怎么打发走的？跟他们讲道理啊。你跟人讲道理？我讲道理的样子，你没见过而已。那块灵髓呢？没被他们抢走。命可以不要，灵髓绝对不能丢。你之前不是说命只有一条吗？灵髓也只有一块啊，命没了，灵髓还能换钱；灵髓没了，命留着也没钱花，这账我算得清。
你这账算的还真是挺清楚。在费城区，算不清账的人根本活不下去。陆晨，你今天又用的那一剑吓跑他们的吧？不是早就没力气了吗？挤出来的。挤出来的？对，就像挤牙膏，最后那一点才最管用。你笑什么？笑你。你说要赶路，结果一路都在赶，脚都没停过。赶路也有赶路的痛快，被人撵了一路还能全虚全尾的站在这儿，零碎还稳稳揣在怀里，这还不够痛快？饿了？忍着。忍了一整天了。那就继续忍。给，别嫌硬，在费城区有饼吃就不错了。我没嫌。你脸上的表情写着大大的嫌字。有吗？有。进去歇会儿。你在干什么？画地图，记下走过的路吗？你不是说路才要画？这是集齐，这是乱石堆，这是矿洞，这是今天的路。你这画的是什么啊？地图，像小孩画的。管用就行。夹缝地带在北边，大概还有2天路程。你怎么知道？清理？不是，我那个朋友说的。走吧。今晚住那儿。住山上？住山下面，山下面有石洞，可以当风。没东西。有水，能喝，不是咸的。你怎么知道不是咸的？长的。万一有毒呢？有毒也是我先中毒。你离我远点，等我死了你再喝。我不是让你离远点吗？懒得动。冷吗？有点儿。你呢？我不冷。你上次也说不冷。上次是上次，这次是这次。陆晨，你今天扔那个石头砸中了吗？哪个？追我的那个。砸中了后脑勺，扑血。你怎么砸这么准？在费城区扔了3年石头，一开始也砸不准，后来砸多了就准了。你以前砸石头干什么？打妖兽。费城区的妖兽有的很凶，但跑不快，扔石头把他们引开，绕路走。打不过吗？打不过，灵根碎了，没灵力，拿什么打？你这些年过得很难吧？还行，活着就不算难。陆晨，你说你在费城区待了3年，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捡垃圾，捡灵晶残渣换辟谷丹，几天吃1颗。1颗够吗？不够，饿不死就行。有没有饿过？饿过，头1年经常饿，后来摸到门路了，就不怎么饿了。什么门路？捡东西之前先看值不值，值钱的多捡，不值钱的少捡，捡回来卖得掉的多捡，卖不掉的少捡。你怎么知道哪些卖得掉？是，捡回来拿去黑市问，卖不掉的下次不捡。你把费城区当生意做了？不然呢？总不能当战场吧，又打不过。陆晨，又怎么了？你那个朋友青离到底是什么？以后告诉你。为什么现在不能说？说了你也不信。你不说怎么知道我不信？它不是狗，它是一把剑，一把很老的剑。剑？对，剑里面有个剑魂，就是它。它沉睡了很久，被我捡到的那天醒了。所以你之前说它是狗？骗你的。我知道。你不生气？不生气。你要是一开始就说实话，我反而不信。为什么？因为太离谱了，一把会说话的剑，谁信？陆晨，谢谢你告诉我。谢什么？谢你没继续骗我。睡吧，明天还要赶路。妈的，狗鼻子真灵！醒醒，来人了！多少人？10几个，比铁手帮的人多，比铁手帮的人强，坐骑都是灵驹，正规军。执法殿？他们怎么找到我们的？不知道，可能是铁手帮报的信，也可能是他们自己追过来的。不管了，跑！往哪儿跑？往后山。这地方能跑吗？不能也得能。分头搜，那丫头跑不远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这边有脚印，追！他们往北跑了。走了？没有，他们在引我们出去。你怎么知道？太整齐了，积极提升，突然全往北去了，一个掉队的都没有。这不是追，是赶。赶我们去哪儿？
赶我们去死地。没有，北边搜过了，没人，不可能，脚印就到这为止，他们肯定藏在附近。再搜，掘地3尺也要找出来。舵主说了，抓不到人，谁都别想回去。拿着。你呢？我还有1张够用了。大人，这边有个山包，上面有池洞，进去搜。没人，洞口有痕迹，他们肯定往后山跑了，追！大人，北边搜了10里地，没人。奇怪了，他们不可能凭空消失。大人，会不会往东边跑了？东边是铁手帮的地盘，他们刚得罪了铁手帮，往东跑是找死，那就只剩西边了。西边是荒原，什么都没有，跑过去也是死，而且那边有法则余波，进去了出不来。那他们能去哪儿？回去把附近的路都封死，他们跑不远的。那丫头身上的封印有波动，我已经让人去拿追踪法器了。走了。走了，但他们还会回来，下次带着追踪法器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往东。往东？铁手帮的地盘？对，执法殿要拿追踪法器，至少得半天。铁手帮的人刚被我们骗过，想不到我们赶回去，趁这个空档从他们地盘穿过去。你这个人，我怎么了？胆子太大了。胆子不大，早死在费城区了。进去躲躲，歇会儿。陆晨，执法殿追了我们多久了？从费城区开始，到现在没停过。他们为什么非要抓我？因为你身上的封印，里面有上古法则核心，执法殿想要那东西。他们拿来干什么？不知道，可能是想研究法则武器，可能是想复活什么，可能是上头的命令。不管是什么，被他们抓到都不会有好结果。你怕不怕？怕什么？怕吗？怕，但怕也没用。该来的谁又躲得掉？走，趁天黑多赶点路。巡查店的追踪领域今晚之前肯定到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今晚住这儿，你睡里面，我睡外面。你不睡？睡，但有动静我能听到。你还有饼？最后一点了，明天得找吃的。陆晨，你说，我们能活着走到夹缝地带吗？能，我还没攒够100灵石呢。你笑什么？笑你，都这时候了，还想着零食。不想零食想什么？想死，那多没意思。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你没把我丢下。欠我一顿饭的人不能丢。睡吧。饭我会还的。你不冷？冷，但冷比死了强。又来！别动，不知道是不是冲我们来的。执法殿在找我们，铁手帮也在找我们，两边都在搜，我们夹在中间。那怎么办？往西。西边不是荒原吗？所以他们不会往西边搜，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。法则余印，大地的生机被剥离后残存的枯竭气息。还能往前走吗？能，味道还不浓，说明离中心还远。法则武器炸的有些年头了，但残留还在。你怎么知道？费城区到处都是这种坑，3年前那场大覆灭炸了3天3夜，费城区每个角落都是这种坑。陆晨，你见过大覆灭？见过，天眼宗被炸的时候我就在山上，灵根就是在那一刻碎的。疼吗？比死还疼，但疼完就晕了，醒来就什么都不剩。我爹也是那时候死的，江家的护山大阵被破，他把我推出来，自己留在里面。你看到了吗？没有，他把我推进密道，门就关上了。等我出来，江家已经没了。不能再往前了，再走进去，我们俩都出不来。那回去？回不去，执法殿和铁手帮都在那边，回去就是自投罗网。那怎么办？新线索，清理。那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但有灵力波动，比灵髓弱，比灵心碎片强。你干什么？有东西。你小心，陆晨，那裂缝不稳。灵石？不是灵石，是法则碎片的残片。值钱吗？值钱，比灵晶碎片值钱，但比不上灵髓。那有什么用？青灵根说法则碎片能修复剑心，剑心修复了能反哺灵根。所以你要找很多这种石头。对。
你捡垃圾捡出经验了？在费城区3年，别的不会，捡垃圾是一流的。不能再往前了，再走真要出不来。那从哪儿出去？北边，穿过那片树林，再走1天就到夹缝地带了。东边呢？东边是铁手帮的地盘，他们现在应该搜到北边去了，东边可能空了。那我们往北，趁他们还没反应过来。跑不动了。跑不动也得跑。真的跑不动了。上来。什么？上来，我背你。你别废话，上来。你背得动吗？背不动，但咬着牙也得背。到了。到哪儿了？铁手帮和执法店的交界地带，两边都不敢过来，怕引起冲突。你怎么知道？猜的，但猜对了。你这个人胆子大，运气好。胆子大是真的，运气好是假的。每次运气好都是拿命换的，也不知道这运气能有多久。这东西怎么用？不知道，青离说先收着，等攒多了再说。要攒多少？很多，1麻袋都不一定够。那你得捡到什么时候？捡到够为止。走了，趁天没黑。陆晨，你今天趴在坑边上，不怕掉下去？怕，但怕也得捡，不捡就没机会修灵根，没灵根就是个废物。你现在不是废物，现在也是，但有希望不再是。今晚住这儿，你睡这边，我睡那边。你不守夜了？不守了，累死了，守不住。有人来了就跑，跑不掉就拼。你不像是会说这种话的人。人被逼急了，什么话都说。兔子逼急了还咬人呢。睡了。走，今天必须进夹缝地带。还往北？往北。陆晨，后面有人。我靠，两边都来了！他们怎么找到我们的？不知道，跑就对了。前面就是法则余波区了，进去。你不是说进去出不来吗？不进，现在就死！他们追进来了！追！别让他们跑了！金甲夫用了。陆晨，别管我，跑！金甲符顶不了多久，快往里面跑！还有多远？前面有个石堆，翻过去就是余波中心，他们不敢进来。不能再往前了，里面法则余波太强，进去会死。那2个人进去了，他们不怕死，他们是不要命了。他们走了？没走，在那边等着。那我们往里走，他们不敢进来，我们也不出去，耗着。耗到什么时候？耗到他们走。进去。这里安全？暂时安全，外面的人进不来，里面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。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青离说这洞里有灵力波动，让我往里走。又是青离，你那条狗还挺有用。你干什么？看看有没有能用的。这东西能吸收灵力，但我灵根碎了，吸不了。那有什么用？青离说剑心能吸收。有用。你在用碎片位剑？对。这样就能修复灵根？不能，剑心修复了才能反哺灵根，现在只是让剑心不继续碎。往里走。还往里？对，里面有宝贝。这是什么？灵矿。大覆灭以前夹缝地带是灵矿区，后来炸了矿洞塌了，但有些地方还留着。这光？灵力残留。前面有好东西。好东西。什么丹？不知道。别吃，万一是毒药怎么办？不吃，留着，出去找人鉴定。周，不认识。可能是原主人的姓氏，也可能是藏宝图。发了。
你这麻袋又满了，这才叫过日子。这趟值了。歇会儿，外面那2拨人应该还没走。他们会不会进来？不敢，刚才那个冲进来的被撕成碎片了，谁敢进来？等到他们饿。陆晨，你背上还疼吗？疼，但死不了。你脸上也有伤。脸上没事，留疤也不怕，反正没人看。我看。你看什么看？看你的疤。有什么好看的？看看你能不能更丑。你这嘴跟谁学的？跟你学的。我嘴不毒，你嘴最毒。陆晨，我们今天差点死了。是你那条狗救的我们。回去给他买块肉。他不吃肉。那他吃什么？吃法则碎片。那你多捡点儿。捡着呢。能喝吗？不能，但舔一舔能提神。走了，出去。活着出来了。没味道。有味道的是盐，不是石头。走，找个地方吃东西。去哪儿？往北，夹缝体育深处。陆晨，我们今天捡的那些东西值多少钱？不知道，但肯定不止100-10。那你还攒吗？攒到1000。笑什么？笑你贪心。不是贪心，是怕穷。哟，走这么急干什么？不可也得歇歇。你们从法则余波区出来的，那边可不好走。还行。捡着好东西了吧？没捡到什么。那你这把剑捡的废铁。废铁？那扔了呗，我帮你扔。兄弟，别不识抬举。夹缝地带这地方少2人没人知道。别动！你们2个人，我们3个人，你一个没灵气的废物，他一个练气7宗的小丫头，打起来谁吃亏？你怎么知道我没灵气？灵根碎了吧？那种地方出来的不是废物就是疯子，你是哪一种？我是疯子。疯子也得吃饭。这一仗是打招呼，把剑和身上的东西留下，我放你们走。你这一掌力气不够大。好打！青灵，这人筑基初期，你胜不了他。那怎么办？走。走不掉，那就硬闯，用这里。好东西，想要自己来取。2个不中用的，小心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灵髓。对，1万块灵石里才出1块，你想要吗？来拿。你耍什么花招？没耍花招，灵髓给你，你放我们走。凭什么跟我斗？你若倒下，灵髓也用不上；我若倒下，灵髓你也拿不到。这笔账，你算得清吗？走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胸口疼。他们的。对，黑吃黑，不拿白不拿。谁？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们不杀你。你谁啊？我叫阿七，从铁手帮逃出来的。铁手帮抓我去挖矿，我跑了。够吗？你给我。借你的，以后还。谢谢。快走吧。你认识他？不认识。那你为什么帮他？他欠我1顿饭，以后会还的。陆晨，你刚才把灵髓放在地上，不怕他抢走吗？怕。那你还放？赌他不会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信我，他以为我有后手。他猜对了。到了。到了。矿工棚子区。新来的。路过的。讨口水喝。自己舀。谢谢。水不要钱。那什么要钱？消息、东西、命。什么消息？坐。你们从哪儿来？费城区。那地方出来的不是废物就是疯子，你是哪一种？疯子。
这小丫头呢？她欠我一顿饭，没还之前不能死。你这个人挺有意思。什么消息？夹缝地带的地图，标红圈的地方有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法则碎片、灵髓、上古法器、丹药，但每个地方都有大风险，妖兽、法则乱流，还有抢东西的人。多少钱？100灵石，太贵了。不贵，60，最多这价。成交。你从哪儿弄的？捡的。你运气不错，还行。这是什么？疗伤丹，上品。你胸口那一掌不轻，你怎么知道我气色不对？你进门的时候左手捂着胸口，端碗的时候右胳膊抬不起来，说话的时候气短。我在这地方活了10年，眼力还是有的。多少钱？10块灵石，能救急。谢了。旁边有个空房子，今天晚上就住那儿。送的，不收钱。外面天黑，别乱跑，这地方晚上不太平。你也吃一颗。我没受伤。你胳膊上有伤。上品疗伤丹就是不一样。陆晨，你没有储物袋吗？有，3年前炸碎了。炸碎了？大福袋里的小空间被法则余波震塌了，里面的所有东西全搅碎了，里面装的东西全没了，丹药、灵石、法器、宗门令牌，全成了粉末，一样都没剩下。剩了一把匕首，还是插在靴子里的，就这个。品相不错。天眼宗发的，制式匕首，人手一把，其他东西全没了。后来没再买一个？买不起，储物袋成了稀罕物，再便宜的也要几百灵石。我在费城区捡3年垃圾，连100碎片都没攒够。你呢？你有储物袋吗？有，也炸了。我是江家的驻晒队的。也炸了？里面的东西全没了，就剩这枚令牌，挂在脖子上，没碎。你爹给的？嗯。你爹留给你的东西就剩这个了？嗯。陆晨，你刚才为什么给那个刀疤脸灵晶？不是说要攒着吗？地图值这个价，标红圈的地方按他说的都是好东西，随便捡一个就不止60灵晶。万一地图是假的呢？赌一把。你又赌？他们都丢了3条命了。不赌怎么发财？我不想失去你这朋友。放心，你欠我的饭没还之前，我舍不得死。这些碎片能涨多少？试试。0.1%。才0.1%？小的就这个价。0.2%。又是0.1%？对。0.7%。涨了0.5%。对，大的就是大的。1.2%。你这进度条涨得够慢的，什么时候能到100%？青灵说后面会越来越快，可惜现在用完了，又要看看什么时候才能捡到。剑心恢复越多，吸收效率越高。那现在能干什么？现在动用一次剑意，歇息2个时辰，比以前强了一点。以前歇半天。对，进步了。这是什么妖兽？从北边抓来的，谁出价高谁拿走。妖兽有什么用？炼器炼丹当坐骑看门，你要不要？不要。等等，你身上那把剑卖不卖？不卖。2000灵石不卖。你这个人不贪财。贪，但这把剑不卖。发了，走，去北边。现在？现在。那人是谁？不知道。到了，第1个红圈。有人来过，这还有血迹。很多人来过了，但没拿走，为什么？因为拿不到。坑底有法则乱流，跳下去会被撕碎。这些血迹就可看到有人试过，可能有人送命了。那怎么拿？用剑心。怎么用？把剑心的气息灌到剑身，用剑劈开乱流。但你现在剑心只修复了1.2%，能劈开的口子很小，时间很短。跳下去必须马上拿到，马上上来，慢一息都出不来。现在。
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拿到了。这就没了。能量被你吸纳了，碎片本身就是能量载体，能量没了，载体就散了。那这些粉末还有用吗？没用，普通的石头粉末。到了，第二个。哼，就这？去，来都来了。到了，第二个是培元丹，上品5颗。铁线蟒，别打了，这东西筑基后期，你打不过，快跑！往哪儿跑？往石头多的地方跑。他身体太粗，钻不进去。他撞开石头，身体卡在窄缝里动弹不得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出手的机会。就是现在！主人，快，就是这个时候！快，他要进来了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累了。他死了？死了。这是戒指，铁线蟒吞了，消化不了，一直留在肚子里。能取出来吗？能，心里想着要取的东西，我帮你拿出来。灵晶，还真行。存取有点慢，交手的时候别指望临时换兵器。能装东西就行。发了，这铁线蟒攒了多少年？不知道，但他吞了储物戒指，里面的东西消化不了，就一直攒着。那这戒指原来的主人呢？死了，被铁线蟒吃了。给你。给我？我没有神石，只能通过渐进存取。这戒指我戴着不方便，你力气70%，有神石，用着正好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你身上连个储物袋都没有，背着麻袋跑，不累吗？别谢，你欠我的饭还没还。你这麻袋又满了。等下一个戒指我自己留着。这蛇身上的东西能卖钱吗？能。铁线蟒是筑基后期的妖兽，浑身是宝。蛇皮可以做护甲，蛇骨可以炼器，蛇胆入药，蛇肉补充气血。值多少？蛇皮完整的话，至少200灵石。蛇骨更值钱，3胆看品相，100到200。蛇肉不值钱，但你自己吃比辟谷丹强。你还会剥皮？在费城区不会剥皮活不下去。妖兽皮能卖钱，肉能吃，骨头能卖，什么都不浪费，放你戒指里。这个也收了。你连骨头都要？值钱。这个能入药，天天吃这个。你会做？你以前在费城区也这么烤东西吃？费城区没东西烤，有妖兽也不敢烤，香味会引来更多妖兽。这里比费城区安全，至少没有那么多妖兽。那你烤过什么？老鼠。老鼠？费城区最不缺的就是老鼠，比辟谷丹好吃。好吃？废话，筑基后期的妖兽肉能不好吃吗？3年没吃过这么饱了。你笑什么？叫你。你说要攒钱，结果先吃了一条蛇。不吃饱怎么攒钱？走吧，继续赶路。不回矿工区。不回矿工区。走吧，猜第2个。你还要去？去。第3个。后来陆晨才知道那条铁线蟒是筑基后期的妖兽，知道的时候他已经不跑了，因为已经结束了。你刚才怎么知道那是筑基后期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它很大很强，你胜不了。筑基后期是后来猜的。那你喊筑基后期？喊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你跑。不喊厉害点儿，你会跑吗？会。诚实。跟你学的。左转。不是看地图走吗？地图是刀疤脸画的，他不知道里面有什么，但我知道。这里进去，刀疤脸的人根本没找到这个地方，他们只发现了山包上的矿洞，误以为东西藏在里面。我认得。你怎么认得？因为这些符文是我亲手落下的。万年之前，我把轩辕剑身封藏在此地，
这些引路符文全是我一笔一画落下的。你不是说自己沉睡了很久吗？这是什么丹药？用印记开启。上古培元丹，比你在集市买到的普通丹药强上100倍不止。筑基期以下修士，一颗便可直接突破一个小境界。封印剑身之后，我并没有立刻沉睡，后来剑庭碎裂，我才跟着陷入沉睡。那上一任剑主就是3000年的那个？他只有剑心，没有剑。轩辕剑一分为3，剑在的外流转，一代一代传承，剑身则被我封在这里，万年无人能触碰。他只有剑心，没有剑身。是，所以就算他成了剑主，实力也发挥不出轩辕剑的1/10。那我现在拿到了剑身，是不是比上一任剑主更强？你别得意太元剑由剑心、剑身、剑鞘3部分组成，你才只拿到2样，还差最关键的剑鞘。还有剑鞘？有，只是具体在哪儿，我还没恢复相关记忆，不清楚下落。那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恢复记忆？看机缘，看运气。是钥匙孔，必须用对应的剑才能打开这扇门。什么破门？别碰，那是上古禁制，贸然触碰会被强力反噬，修为越高，反噬越强。那你不早说？你也没问我。那到底怎么打开？把你的右手按上去，催动剑心。刚才我就是用手按的，直接被弹飞了。刚才你只是盲目触碰，没有催动剑心。没有你的剑心，这世间任何人都打不开这扇门，就算机缘巧合找到这里，也绝对进不来。你不吹牛会死。我实力摆在这儿，需要吹牛吗？那你刚才就看着我出手，让你长记性，在废城区摸爬滚打3年，还敢随便用手碰来历不明的禁制门，算你狠。这是谁？守墓的人，我当年特意寻来，让他镇守此地。一个人整整守了万年。没错，此人修为极高，已是归真境巅峰，寿元足以撑过万年岁月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周衍，上古世家周家的老祖。周家本就是世代剑修，不过那都是后世之事了。周衍一生无后，只为一句承诺，独自守在这里，直到寿元耗尽。一个人怎么能熬过万年光阴？修为到了归真境巅峰，便可辟谷不食，常年闭目打坐，岁月弹指即过，几千年也不过一瞬。那他当初是怎么进来的？我封印轩辕剑身之前，亲自带他入内，石门一旦闭合，从里面根本打不开，他出不去，也从未想过要离开。他明明守着绝世宝剑，为何不动心取走？受人之托，忠人其事，他答应了我，便会守到生命尽头。青灵，我没有神识，根本打不开这种储物袋。用你的剑心就行，和开启储物戒指是一个道理。这是什么灵晶？极品灵晶，1万块上品灵晶里都未必能出1块。你平日里用的下品灵晶，1万块都换不到这1块。这么多极品灵晶，周衍乃是归真境巅峰大能，他的储物袋又怎会普通？单单1块极品灵晶，就够你在夹缝地带买下10座独门元落。到外面装几块石头，掩人耳目。这就是轩辕剑身，是我当年亲手封印在此地的，只是其中一节。轩辕剑崩碎后，剑身断成3节，这是其中一节。用这一节配合剑心打筑基期绰绰有余，斗金丹期马马虎虎能抗衡。等凑齐3节，剑身完整，横扫金丹期以下可战元婴，再加上剑鞘，才是完整的轩辕剑。到那个时候，化神亦不在话下。他认得你，只因他本就与我气息同源。周衍守了这么多年，当真从没想过取走这柄剑。他拿不了。轩剑剑只认轩辕剑心，无剑心者触碰必遭强力反噬。你看那具枯骨，手指完好无损，足以证明他终生未曾触破的剑成分好。他一诺千金，受人之托，便死守到落幕。这些符文也是你刻的？不是，是周衍亲手所刻，用来护住箱中宝物，隔绝岁月侵蚀。那我先好好收着，日后再用。这是上古修行法法玄金铸体诀，专门锤炼自炼自身根基。这卷轴记载完整脉络，从第1重一直到第9重。第9步修成能达到什么层次？这得值多少灵晶？无价之宝。如今世间早已无人能炼制这种品级的丹药。我现在能服用吗？不能，你灵根尚未修复，药力太过霸道，服用纯属浪费。以你现在的肉身修为，根本扛不住，强行服用只会爆体而亡。
你从哪儿翻出来的？之前在区区捡的，本来想卖废铁，忘了卖了。你就挂这个？挂这个，谁看了都不会多看一眼。肉身成圣，无需动用灵力，单凭肉身一拳便可碎山裂石。那我现在能开可以从第一始修炼吗？层入手，但缺少药材辅助，只靠百家硬炼，极易炼坏筋骨，留下暗伤。第一层需要什么药材？百年灵参、地髓叶、龙血草。经理，这把剑能收进储物袋吗？能，但普通储物袋装不了，空间承受不住它的力量。周眼那个袋子可以。好了，这样没人看得见。那你腰上挂什么？走吧。青罗，周衍这个人，你当初是从哪里找来的？上古周家世代修者，我曾帮过周家老祖，他欠我一份人情，所以周衍才愿意接下守护之任。走吧。周衍那个人，周家上古世家，你从哪找电修？我救过周家老祖的命，他欠我一个人情，所以他就来守剑了。对，守到死。回澎湖川吗？回澎湖川，麻袋里捡几块石头装样子，破烂就拿去卖掉，换点零碎下品灵晶。身怀重宝，想要活命，万万不能露白。别回头，装作没听见，正常走。前面两位，劳驾等等。什么事？费城区出来的拾荒仔是从哪片区域过来的？身处废墟。哼，原来是费城区跑出来的，一个没修为的废物，还带个黄毛丫头。有事就直说。当然有事，把你腰间袋子打开，让我好好查查里面藏了什么东西。就这点破烂，就这些。你怀里藏的什么？没什么，几块捡来的枯骨头，不值钱。不值钱？我不信。给我掀开，我亲自看看。不给看？都说了，真没东西。少跟我装糊涂！不给看，就是藏了宝贝，上去查。找死！看不出来，倒是有点底子。你简直找死！还有谁想动手？不触及机体，只阶段灵力根基，跌落修为。他筑基初期落到炼气3层，静养1年半载，还能慢慢恢复。那你现在印记恢复进度2.7%，消耗1点换这批物资，很值。没有印记，遭罪的就是我俩了。都拿出来。就这么点身价，行，滚吧。你刚才那一掌用的是什么力量？轩辕剑心。走吧。站住！听说你们伤了我的人，还坏了他的根基。光头是你的人？那是我结拜兄弟。你废了他修为，还抢了他随身物件，就想这么一走了之？那你想怎么了结？简单，东西留下，你们2个命也留下。你可以试试。你到底是什么来历？什么修为？拾荒的能一掌废掉筑基修士，有何不可？还手一掌将金芒爆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七。阿七，铁手帮的人。你认识我？不认识，只是听过你的名字。走吧。就这点家底，我们真的就这些了？以后还敢在路上拦路抢人吗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那就滚吧。那还酷语不少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忽然觉得往后在费城区过活越来有底气了。
陆晨，还不走？你为什么不杀我？杀你有什么用处？你真的认识他？并不认识，只是之前听人提过，铁手帮抓他去挖矿，他拼死逃了出来。你记性倒是很好。不是记性好，是这个人还欠我一顿饭，之前欠的还没还，今天又欠一次。青离，我在。刚才那几掌我都没刻意蓄力。你剑心已经涨到2.7%，动用这种小手段根本不需要长时间蓄力。现在还能动几次剑心之力？完整全力出剑还能3次，随便费这些小喽啰修为还能再打几十个，不会虚脱。刚才对付10几人耗掉多少？每一掌只用了1丝剑心力量，全部加起来还不到一次完整出剑的量。你刚才出手，每一次都只废掉对方一小半修为。我刻意留了余地。为何心软？不是心软，非你们还能修行，还能活下去。若是直接废光修为，他们留在这荒无人烟的荒原，早晚冻饿而死，无端造杀业。你放走阿七，他会不会给铁手帮报信？我不知道。那你为何还要留活口？我就是故意留一个活口。铁手帮若是想找我，只能从阿七嘴里打听消息。他说的越详细，铁手帮心里就越忌惮。忌惮什么？忌惮一个看不出修为、没有灵力波动，却能随手废掉筑基修士的神秘人。你就不怕他们出动更多高手前来寻仇？只受了点擦碰，居然还能全虚全的回来。卖点东西，豁出去换的，给个好价。但你自己小心，那地方毫无规矩，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搭进去。没规矩，还这么凶险？强取横夺，无人管束。那你怎么不去？我开店做生意，不是搏命的。你开这店也好意思说自己不是搏命的？看来你这一趟收获不小，没白白冒险。灵晶1块10灵石，丹药1瓶20，一张5块。你这跟打劫子有什么区别？外面市价灵晶15一块，丹药30一瓶，你直接砍一半。外面是外面，这里是棚户区，就这个价，不二价。丹药20一并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我这种人本来就没有良心。行，你狠，卖了。除了你这里，还有别的出货地方吗？你压价这么狠。每月15开黑市，散修聚集，东西能卖高价。我是本分生意人，本分生意人会把灵晶压到10灵石一块。正因为我守规矩，你们上次出去才还能安然回来。还有空房间吗？还是上次那间，1天10块灵石。以前不是免费住吗？你真要去那个黑市？去，后天正好15。刀疤脸说的没错，那里根本没有规矩。正因为没规矩，才好赚钱。规规矩矩的地方，根本赚不到大钱。你就不怕被人半路打劫？怕什么？来一个打一个，来2个打1双，打不过就跑，跑不掉就装死。你这个人，我怎么了？脸皮太厚。多谢夸奖。我没夸你。那我就当没听见。听着跟菜市场一样。比菜市场热闹多了。老板，收不收货？收。低阶培元丹，品相一般，1瓶25灵石。25？刀疤脸才给20，你1瓶多给5块。我本就是黑店压价，以后有好东西直接来找我，不用到处乱跑。一共300块。沈老板爽快，以后有好货一定先来找你。这是你妹妹？她欠我一顿饭没还，没还清之前，我去哪儿她跟去哪儿。你这人越发有趣了。哎，你怎么走这么急？早点回去。你恼了？没有。你心里泛酸了？我没有。明明就有，眼圈都红了。那是风吹的。矿洞里又没有风。现在出来了，自然有风。可你现在才刚出洞外啊。说实话，那个沈醉花长得很漂亮，对吧？身材也好。你闭嘴。不过还是没你好看。礼貌而已。他都没有回我。那是他不懂礼貌，又不是我的问题。你还一直盯着他看。我那是看他身上有没有藏刀。这种地方，好看的女人最危险，我是在防备。他没给你木牌，你以后还会去找他吗？当然去。他给价高，有钱不赚，不是傻子吗？你就不能不去吗？不行，你欠我的饭还没还，我得赚钱养你。你怀里明明有大把极品灵晶，根本不缺钱。那是家底儿，不能乱动。男人身上必须留家底，不然以后娶不到老婆。那你想娶谁？还没想好，等想明白了，第一个告诉你。你不怕他背后有帮手？有也不怕，打不过就跑，跑不掉就装死。你就不怕丢人？命都没了，还在乎丢不丢人？
青离，你觉得沈醉花是对我有意思吗？只对你怀里的灵石感兴趣。那就最好，千万别对我本人有兴趣，有人太麻烦了。为什么？一个江离就已经够我头大了。陆晨，你刚才好像在说女人都很麻烦。对啊。那我麻烦吗？麻烦。哪里麻烦？欠我一顿饭，到现在都不肯还。我迟早会还你的。陆晨，醒了没有？醒了。吃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心了？不是善心，吃完来前院，有买卖跟你谈。他会不会动了手脚？不会，真要动这种手脚，就不会放干菜了。喝点暖暖身子。坐。什么买卖？有人花钱买一条消息，打听夹缝地带深处有没有修士去过。谁在问？不能说。多少钱？20灵石。你如实说出见过的一切就行。我去过，就是这里，一处废弃矿洞，里面早就被人搬空了，什么都没剩下。你确定？确定，只剩几块破石头，我捡了几块，拿去卖掉了。20块，收好。还有别的事？有，你上次去集市见到沈醉花了？见到了。他近来可好？挺好，看了我带去的货，还聊了几句。他对你还算客气？客气，还帮我长了长眼。知道了。沈醉花这个人不简单，别跟他走太近。你这是关心我？不是关心你，是怕太快没人手，往后没人来给我供杂货了。他到底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特意提起沈醉花不寻常？筑基后期修为，偏偏在黑市低调摆摊，人脉广，消息灵通，这种人本来就不简单。那你以后还要去找他？只做生意来往，他出价高，我卖东西，别的一概不牵扯。接下来你打算去哪儿找机缘？先把身上东西理一理。青灵，我在。周延储物袋里有什么是我现在能用的？极品灵晶灵力过于精纯，你也无法吸收。金刚断体诀需要3样药材：龙血草、百年灵参、地髓叶，你一样都没有。那法器碎片呢？可以找人重炼短剑匕首，但你灵根破损，催动不了灵力法器。合着一身东西，现在什么都用不了。是你目前唯一能倚仗的只有剑心。青卢，剩下4个，哪个离得最近？第4个，翻过北边那座山，有一片荒芜沼泽。沼泽里藏着什么？不清楚，地图指标位置没写险恶和宝物。那就先去第4个。这种幽僻地方能有宝贝，地图特意标了，去看看再说。青离，感应到水下灵力动静了吗？有，不止一处波动，灵力都不算强。最弱的那处在哪儿？岸边3丈外，水下1掌深处。青离，催动剑心，抓紧时间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就只有这些？就这些。这是什么图？真正的藏宝图，比刀疤脸那张靠谱多了。你怎么看得出来？刀疤脸那张是散修随手画的粗图，这张是精细密图，标记都很专业。这张图上的地方，才是真正的大机缘。走吧。不再找别的了？拿不了还有宝物，但得有命有修为才能拿。等以后实力够了，再回来搜刮。陆晨，刚才潜下去的时候，你真的不怕死在水里吗？怕，但怕也得下去。拿不到东西就换不了灵石，换不了灵石就买不到炼体药材，练不成堕体功法，迟早会被剑心反噬，一环扣一环，我根本没得选。你什么都算得明明白白。在夹缝荒原，不算清楚，根本活不下去。青离，这张图上的秘境，你去过吗？没有，但绘图之人绝不简单。哪里不简单？刀疤脸那张是散修涂鸦，糙简陋，这张是专业修士手笔，比例精准，地势标记清晰。那图上的机缘价值远超刀疤脸那张。明天去黑市找沈垂花问问情况。你不是说只跟他做生意吗？问问门路行情，不算做生意。沈老板，你又来了。来了，想问你个事。这个你认得吗？
龙血草，炼体专用药材，品相一般，灵力流失不少，但药性还在。能值多少灵石？你打算卖掉先问问价。 ？100灵石。太低了。不低，品相完好的龙血草能卖500，你这株干枯失灵，100已经是顶价。那我不卖了。你灵根已经碎了，留着也没法炼体。你怎么知道我灵根碎了？夹缝地带，从来没有真正的秘密。这张图上画的是哪里？你见过这种画法吗？没见过。这图从哪儿得来的？捡的。你捡的东西一件比一件古怪，这种绘图风格不是夹缝地带本地的路子，倒像是上古时期的古图笔法。上古时期？我也不敢100%确定，只以前听过老一辈修士提过，上古修士绘地图就喜欢这种线条标地势。这图我收不了，不知道具体出处和地点，根本卖不出去。那我问你，夹缝地带哪里能找到百年灵参、地髓液？你要凑药材炼体。百年灵参，黑市每月拍卖会上偶尔会露身。至于地髓液，夹缝深处有个地方叫枯木岭，传闻那边大片沼泽底下藏着地髓液，但那地方凶险至极，十去九不回，没人敢轻易踏足。多谢告知。不用谢。你要是真敢去枯木岭，记得提前备好棺。你真打算去枯木岭？想去，但不是现在，先攒够实力本钱。什么本钱？还差百年灵参、地髓液2样，先把金刚断体诀第1层练成，再去那些凶险禁地也不迟。剩下2样去哪儿找？拍卖会先等百年良参露面。那地髓液呢？只能往后等修为够了，再谈枯木岭沼泽。先稳住自身，再谋机缘。还差2样，百年良参、地髓液。枯木岭在哪儿？我怎么知道？刀疤脸知道吗？你问他。你要去枯木岭？枯木岭在哪儿？往北走3天，那地方不干净。为什么？因为从来没人能从那里带出东西来。你真要去？去，但不是现在。不去怎么凑齐炼体的药材？还差什么？百年令参和地髓液，龙血草已经有了。去哪儿找？黑市拍卖会。沈醉花说拍卖会偶尔有人会拿出来拍卖，我想去碰碰运气。地髓液呢？枯木岭可能有。你刚才问刀疤脸枯木岭在哪儿，他说的。你不怕？怕，但怕也得去。陆晨。下次遇到危险，让我出手。你出手，引来执法殿怎么办？我不动灵力，只用剑法。剑法也要灵力驱动，你不用灵力，你的剑和烧火棍一样。那我总不能看着你一个人打。能，你就看着。我就怕有时候他们人多，有冲着我来的。我尽量拦住他们。你的封印松了，执法殿追过来，到时候就不是打几个人了，是一群。我打不过一群。我成了拖油瓶，那你别死。死不了，你欠我的饭还没还。拍卖会用什么换东西？以物易物，灵石、丹药、法器、符箓，什么都行。你有什么？丹药。什么丹药？上古培元丹。你有上古培元丹？有。哪来的？捡的。上古培元丹值钱，半颗就能换那株百年灵参。半颗够，但你拿出去会被人盯上。我知道。陆晨。沈老板。来买还是来卖？来买。你这朋友今天脸色不太好。他没事，昨晚没睡好。第一件3瓶培元丹，品相上品，起换价50块下品灵银，或者等值的丹药、符箓、法器。年灵参品相上品，灵力饱满。买家想换一件法器或者等值的丹药。我出一件法器。什么法器？金刚短剑，开过刀，符文完整，品相一般，不值。我出2瓶上品培元丹，3瓶，5瓶。我出半颗上古培元丹。半颗。半颗。这丹药真的？真的。卖家怎么说？成交。一个拾荒的，有上古丹药。捡的。走吧。陆晨。你刚才拿半颗大指骨培元丹换百年灵参，亏不亏？培元丹我现在吃不了，百年灵参能炼体。那你还差什么？地髓液。刀疤脸说枯木岭沼泽底下可能有。又来了。把百年良参交出来。凭什么？凭你一个拾荒的不配用。我不配，你配。上！
哼，躲得挺快的。废物就是废物，连剑都是废的。找死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拾荒的穷鬼，滚吧！下次抢人之前，先打听清楚。你又抢了？他们先抢我的，难道我就该被抢？你每次都这么说。那下次让他们抢呗。这世道变了。没变，是我们以前活得不一样。地髓液在枯木岭。你真要去？去，但不是现在。先把这2样用了，体质好点，去枯木岭才走得出那片沼泽。你知道怎么用吗？青离，龙血草和百年冰参怎么用？先放龙血草熬1个时辰，再放百年令参熬半个时辰，药汤熬好之后泡1个时辰，每天1次，连续7天。7天能见效？7天，但7天内不能间断，断了就要从头开始。摆姿势，呼吸，感觉怎么样？像是被人打了一顿。明天继续。龙血草淬炼筋骨，百年灵参补充气血。没有地髓液，第1层练不成，但能把筋骨和气血提上来。提多少？筋骨强5成，气血翻倍。下去沼泽，扛得住最深的阴海。青离，现在就强了多少？5成，气血翻倍。可以去枯木岭了。可以去，但记住，你下去只是为了探路，不是去拿地髓液。能拿就拿，拿不到就跑，别纠缠。知道，安全第一。还有多远？刀疤脸说3天，明天应该能到。陆晨，你那个破铁剑不丢？不换，这把还能用。那短剑不用，留着生锈。留着，关键时候再用。什么时候是关键时候？被人围住的时候。小心，这种地方容易藏人。有5个人躲在石头后面。出来。不出来，那我走了。站住！把储物袋留下。凭什么？凭这个筑基中期的刀，你挡得住？青罗，5个，你不是对手。那怎么办？走。来得及吗？你打得过吗？往乱石堆里走，他们人多，在乱石堆没法合围。别跑！站住！快他们向西边跑了！追！走，继续深处捡宝贝去。有人来过。他们怎么死的？这里的法则波动太凶，凡胎肉粉和肉身扛不住，生生被撕碎压垮。美女，指路哈，我可不想成为一堆枯骨。你这嘴花花的，没点正形，巴不得你变成渣渣。前面2步危险，往左1步，绕开。青罗，这些人都是来找法则碎片的。是，他们没有剑心，感应不到碎片方位，只能在雾里瞎闯，走不出迷雾，也扛不住法则侵蚀，最后全都死在了这里。那你怎么认得正确的路？我能感应法则灵力波动，波动越强，路线越清楚。他们感应不到，只能等死。前方有2只铁脚牛，都是筑基中期，不是秘境原生妖兽，是误闯进来的。他们身上已经被法则余波所伤，有伤，皮毛脱落，血肉外翻，行动都受影响。也正因为带伤，他们比平时更暴躁，更疯癫。2只一起上，我打得过吗？1只尚可周旋，2只合围，你必死。先用火球符诀引走1只，逐个击破。陆晨，别过来！小心，他回来了！江离！
怎么样？伤到哪里了？没事，皮甲裂了，不碍事。裂了回去找刀疤脸缝补，多大点事。还好没重伤你，不然我上哪儿找这么好用的免费帮手？你先歇着，我先收点宝贝。剑心契合度4.6%，涨了0.5，还差5.4，越来越近了。走，继续往里，深处肯定有更好的宝贝。现在就走，不剥皮换灵晶吗？扔出去的符柱受这么重的伤，是该把他们挫骨扬灰卖灵晶，找补一点。我要剥他们的皮，为你报仇。铁角牛皮不算值钱，但做皮靴、手套比普通兽皮强太多。牛角、牛骨能做法器，牛肉能卖灵晶，在费城区一丁点东西都不能浪费。放你戒指里，这角能做法器材料，卖给药铺也能入药，值钱。收好，这也是做法器的好材料。你储物戒指还能装下吗？快满了，先装着，我这儿还有储物袋，这里不能久留，这么浓的血腥味会引来妖兽。这些人也全是被法则余波杀死的。是，肉身扛不住鞭动，经脉寸断，脏器被压爆，临死前还在往前爬，可他们一辈子都找不到法则碎片。铁角牛呢？妖兽肉身比人类强，能暂时扛住，但在这里待久了，一样会被耗死。前面有一处石洞，洞内有法则结晶的波动，看样子比碎片珍贵100倍。没有妖兽把守，但盛放结晶的木盒有强大的封印，只有你的剑心能。里面还有别的宝贝吗？有，灵力波动很强，不止一件。站在别动，别往前走了，这里是余波中心，踏错一步，小命就不保。就在这里等我，我一个人进去。你一个人进去，太危险了。风险越大，宝贝越值钱。再说我命硬，阎王爷都不收我，你跟进去反而拖累我。乖乖在这等着。你一定要小心。知道了，比我娘还啰嗦。青离美女，靠你了。出不了事儿，按我说的路线走，步子别太大了。那就是装法则结晶的盒子。是。有没有感应到妖兽？没有，但木盒上有封印。别碰封印还没解你就去碰，这像你的性格吗？失误，就是看到宝贝心急了点。你咋不早说？怎么才能拿到这宝贝？哪想到你这次这么猴急，用剑心。这就是法则结晶。剑心契合度5.6%，涨了整整1个百分点，还差4.4，马上就要成了。发了，这次发大财了，这次真的发大财了。找到了吗？怎么你一脸都是血？没事儿，都是皮外伤，死不了。你看看这东西，纹路眼熟不？认不认得这物件？这是江家祖弟的令牌。收好，这是你的东西。等找齐另外2件信物，就能解开你的封印，恢复你的修为了。陆晨，你今天伤得很重。男人嘛，一点小伤算什么，扛得住就行。你每次都这么说，我不想你有事。我还没娶媳妇儿，不舍得走。今晚还在这儿歇一晚，养足精神再回澎湖圈。青离，美女，剑心现在多少5.6%，还差4.4。是。江家令牌已经找到了，另外2个东西，你什么时候能想起来？记忆恢复急不来，只能慢慢等。醒醒，来了！青罗，什么玩意儿来了？铁线蟒，就是枯木林沼泽那条被你偷了地髓液动了他幼崽的家伙，他追上门了。离多远？300步，就在枯树林里，正往这边游来。他定是闻到你味儿了，不见结果不会停。还剩多远？200步。他在树后面挪，速度不快，但盯死你了。能绕开不？你偷他地碎叶，杀他小的，这仇刻进骨头里了。今天要么他死，要么你亡。打得过吗？打个屁！他是受伤了，但瘦死骆驼比马大。你这点道行，上去就是一口的事儿。往北跑，前面有乱石堆，他身子太粗，钻不进去。往左，快！乱石堆就在前面。
爷爷教你做蛇羹。有效，接着上。金盾符定住他，只有3息机会。给爷定死！跑，往北，往法则余波最强的地方冲。左3步，别踩漩涡，踩中直接碎成渣。又2步，快！扔符，别让他近身。前面碎石坡，往上爬，他身重爬不动。最后2张火球符一起扔，给爷炸懵他。最后1张金盾符，定死！冲，登顶！他不追了。追个屁！再往前，不用咱们动手，他自己先被法则撕了。